歡迎收看《北京不靜音》，我是北京。面對真相和良知，我選擇不靜音。希望你們也和我一樣。這是我每天說的開場白，最後一句話，希望你們也和我一樣。真誠吧，這話說的。希望你們也和我一樣，幹嘛呢？不靜音嗎？持續發聲嗎？有用嗎？有意義嗎？這是我經常問自己的問題啊。因為每天在這裡日更節目啊，說這麼多的話，花這麼多的時間和精力，有用嗎？有意義嗎？因為我做這一切的初衷是希望中国那片土地變好，但是它真的會变好嗎？它就沒有可能变壞嗎？我今天的情緒啊有點悲觀，所以我今天可能会說一些特別不好聽的話。有人給我留言讓我分析一下最近在中國特別火的一段視頻，對於馮小剛那部電影《芳華》的一個解讀。也有人管這個視頻叫《芳華二創》，現在已經在中國下架了。我看了，其實沒什麼太多可分析的。我沒法去做一個北京解構，告訴你們幾分幾秒他說的是錯的，為什麼是錯的。因為通篇而言，它反映出了這位作者的一个無知，對於文革，對於毛澤東，甚至對於王洪文的一個無知。它基本接近於我們平常所說的毛粉。那我們知道在中國的這些毛粉啊，人數眾多，懷念毛澤東和那個時代。其實要我說呢，他們不是一個政治傾向的問題，也不是什麼左還是右的問題，都不是。他們是沒文化的問題。沒文化，對於毛澤東那個時代到底為什麼發生那些事兒，究竟發生了什麼，死了多少人，後續的深遠的影響有多麼的慘痛，他們都不懂。對於文革他們也不懂。大家看到今天這張背景圖了啊，這是我做北京講文化大革命這個系列公開課專用的背景圖。我苦口婆心的做了28講這個系列公開課，對吧？看的人也不多。我昨晚呢把其中的第1講加上了英文字幕，也希望讓那些不熟悉中文的觀眾朋友們可以了解文革發生了什麼。當然了，全部28講都加上英文字幕，因為我要逐字逐句的去校對啊，工作量非常大，所以可能需要給我很多的時間，讓我慢慢來做。但是只看第1講也能收穫很多。我們今天這期節目啊，不聊這些很深的這些歷史知識啊什麼，我就不想在這兒展開了，因為該說的話其實我都說過了。今天我們用最直白的語言，最直白的邏輯，我們來聊一聊中國會不會變好，好吧？首先，習近平一定會死的，這句話大家都認可吧？這沒什麼可爭的吧？這是人一定會死，是不是？我不相信他會活150歲、120歲。你就算他活100歲或者90歲啊，那也就是說未來的有一天，我們基本都能看到的啊，那一天，習近平會死去。那他死去之後的中國會變好嗎？很多人認為會。很多中國人，
包括海外華人都在盼着那一天。他們認為的这个變好啊，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往回變啊，就是習近平死了之後，沒有人開倒車了，中國可以重回正軌，重回這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那個正軌。這不可能，這條路沒有了。其實，那有的人是看向未來，覺得習近平死了之後呢，雖然可能還是推翻不了中國共產黨，但是呢，黨內可以再出一個開明的領導人，帶領中國進行一些甚至涉及政治體制改革，讓中國變好。這種情況有可能發生嗎？有可能。但是中國變壞的可能也存在啊。為什麼很多人不聊這個話題呢？變好變壞都可能，而且變壞的這個種子你都看見了。你從芳華二創這個視頻這麼的被大家所歡迎，你看到這麼多的毛粉，這麼多對於這個歷史完全無知的人，他們就是這些種子啊。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啊，就是用這個惡習來代表習近平，對吧？因為發音一樣。那惡習呢，在中文裡就是說非常不好的習慣人們要改正自己的這些不好的習慣那麼那個寓意就是說要把習近平拋棄幹掉改變。但是習慣是怎麼來的呢？它有一個更根深的一個實質問題，就是說這個人他有一個毛病。所以完整的話是毛病不除，惡習難改。習近平只是一個表象，或者說是之前的那些問題積累到現在這一代出了一個習近平，出現了由他導致的中國現在這些問題。但習近平如果死了，那個根本的問題毛病不改的話，那還會有另一個習近平。所以什麼是毛病？這也是一個諧音梗啊，毛就代表毛澤東。所以中國想要變好，不是除掉習近平就可以變好的，是必須除掉毛澤東。怎麼除？表面上來看，有三個象徵吧，我們總結一下。這也是我經常說的，如果這三個象徵沒發生，我就不會回中國，因為那表示那片土地並沒有把這個毛病除掉。哪三個象徵呢？第一，在天安門城樓上不要再掛毛澤東的像。第二，那全國範圍內把那些毛澤東的雕像都拆了，塑像都拆掉。第三，天安門廣場上的那個毛主席紀念堂拆掉或者另作他用，不要再紀念他了，把他的那個水晶棺材什麼那個屍體挪出來去下葬也好，去燒了扔了也好，都可以。就這三個象徵，如果能做到，你還能對那片土地寄予一點希望。如果這三個都做不到，那這個毛病就根本就沒除掉，因為這三個只是表面文章啊。這三點做到了，你才能夠在後續的漫長的歲月中，通過宣傳和教育，慢慢的把人們心中的這個毛病去除，那才不會產生新的惡習。
所以你說難嗎？对吧？連這3個表面文章都很难做到，对不对？所以你覺得未来的中国会变好嗎？毛泽東還躺在那裡，他的像還掛在那裡，到處還是他的塑像，很多人的心中還在懷念着毛澤東，對他那個時代有不正確的認知。中國能變好嗎？這就是我看完《芳華二創》之後，然後看到他的這個影響力、傳播力這麼廣，這麼多人非常認同之後的一個感觸，特別悲觀。但是也有人說了，說為什麼呢？因為在中國，这些政治問題都不能聊，這些年輕人心裡有不滿。那去懷念毛澤東好像是一個唯一的安全地帶，大家可以表達這種不滿。這種解讀的角度我是能理解的，我也認可啊，就是人们無處發洩啊，所以產生了一種浪漫主義的這種想象，對於毛澤東那個年代，覺得那個年代公平。但其實那個年代所謂的公平，只是大家一樣慘，但它其實也有特權階級，但那個特權階級呢，它和這個底層的民眾的這個差距不像如今這麼大。那個時候是底下人沒飯吃，餓死，然後特權階級還有肉吃。但現在這個貧富差距就更大了，對吧？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才能讓中國的這些毛粉明白，你不能去懷念那個時代，你不能夠再去崇拜毛澤東這樣的人。中國人的政治想象是極度匱乏的，就是他討厭習近平，他想象不出一個更好的東西，他竟然去找毛澤東來做替代品，這極其荒謬的。所以當習近平不在了，如果中國當時的主流民意，很多人是在習近平這個時代被這樣洗腦出來的，無論是被官方的媒體，還是被像這個芳華二創這樣的視頻洗腦。因為久而久之，人都會被洗腦的呀。他有可能是他只能聊毛澤東才安全啊，有人在假仁假義的聊，他也不相信。但是你讓這些東西佔據主流聲音去傳播，就會影響很多的這些年輕人，這些孩子，他腦子裡一天一天裝進去的就這些東西。他們對於現實的不滿的理解，最後導向說我們要回到毛澤東那個時代啊，文革是美好的，文革是正確的，多可怕呀！所以，如果習近平死後，中國的主流民意是這麼一個基本盤，誰能改變它？會有更多的人順從這些基本盤，為了流量啊，我要去做他們喜歡的視頻啊，我繼續歌頌毛澤東啊，繼續去美化那個年代。那麼假設在習近平死後，突然中國變成民主了，有選票了，那這裡邊又會有多少的政客和政黨，我要拉攏這些毛粉基本盤的選票呢？多可怕呀！你要去討好他們，所以中國會變好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今天相当的悲觀。有人說，會不會再來一次文革？我在
這個公開課裡也講了，文革其實沒結束，对吧？它没結束。當然，你說以某種新的形式啊，又來一場什麼一場什麼新的運動啊，當然有可能，但這個事情是後知後覺的。今天我看推特李承鵬在發一個問題啊，就問大家會不會有一天突然醒來，發現第二次文革了，是吧？或者文革又重來了啊？你怎麼辦？你會怎麼想？我就回復他，我說沒有這麼一天，因為大家是後知後覺的，不可能說哦，你在歷史發生的那一刻你就知道它開始了，文革時候的人也不知道它開始了。都是後續研究歷史的時候給出了一个象徵性的事件，啊，代表着文革結束啊，代表着文革開始等等。那對於普通人沒有意義的，你就裹挾在這個漩渦之中。你可以認為文革沒有結束，你也可以認為新的文革已經開始了。當然，你也可以認為要到2026年的某一個什麼事件才算開始，但是這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當年那麼慘痛的文革，整個中國人對此沒有反思，或者你可以我們說的更客觀一點，有一些零星的反思，但是極其的不夠啊。所以再次發生那樣的苦難是非常有可能的。如果它沒發生，反而有點顯得不符合邏輯了，對吧？所以要我說，習近平還活着的時候，也許還沒那麼亂。但是有一天習近平死了，中國那片土地會變成什麼樣子？如果是往壞了變，會變得有多壞？真的可能會完全超出我們的想象。我不知道我這麼說啊，可能會好多人接受不了，不愛聽，對吧？不說了。今天就聊這麼多吧。如果習近平還要繼續再活10幾年，甚至20幾年，再加上他現在已經執政的這10幾年，中國又培養出新的一代了吧？更紅嗎？更懷念毛澤東嗎？現在已經被洗腦的一些年輕人，20-30歲的，你讓他們再過10幾20年，繼續這樣被洗腦，那就不太有改變的可能了。因為我們見過吧，40-50歲的人，50-60歲的人，那個自我有多麼的固執，他不會改變的。非常難改變了。你等中國現在的20-30歲這些人，未來變成各個崗位上的，具有影響力的一些50-60歲的人，然後他們的下一代，新的這些20-30歲的年輕人，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那樣的一個社會，會有多少的毛粉？那樣的一個中國，它怎麼可能變好呢？這就是為什麼我今天如此的悲觀。OK，就聊這麼多吧，感謝收看、訂閱、分享。